恐怕真的要说再见了。不会。司马乔，你抱紧我好不好？只是轻微脑震荡，可以留观一下。如果病人自主醒来，可以办理出院手续。记得提前联系家属来接，稳妥一些。好的。这一切就只是个梦吗？哎，来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丽丽姐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到。
你认识我？我当然认识你了。我们见过。这也是初见。映山河浩荡，碎裂眼前。几时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我怎么就拒绝不了他的请求呢？我这里似的。你想起来了？没有，就是隐约感觉，好像在梦里见过似的。那不是梦，这里是我们初识的地方。好累啊！走不动了？世子，弟子斗胆问一句，我们爬这么高，是要干嘛去啊？不做什么。那时候你登上这高塔，差点累得在这楼梯上坐下。彼时我还没有遇到过比你更弱的人，连我养的蛇都要比你强上100倍。如今你爬着楼梯，也不会那么累了。我结阴期的修为，爬个楼梯还是没问题的。我知道，即使不累，你也不喜欢。你向来喜爱精致之物，这些灯是我把塔搬过来好心添上的，你可喜欢？哦，魔域的东西都讲究实用，极少见到这么美的。你若喜欢，我便每日为你点亮这些花灯。好漂亮啊！这花灯好像漫天的星星。喜欢看繁星？
好美啊！我好久没有看到过流星了。这塔着实适合观景。这塔原先在三圣山，被我搬到这里了。看来你很喜欢这塔。是厌恶。他求了我500年。500年？那你为何还将它搬来这里？你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过，这里有你的气息。差点忘了，我自己只是个替身。他做的这些，都不是为了我。这地方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你女人死了关我什么事？虽然是我的力量，但又不是我杀的，是你自己傻算计别人，结果不小心把她给烧死了。你就知道怪在我身上。你不痛，我还痛呢！大猪蹄子，王八蛋！这火苗骂人的口吻，怎么跟我有点像？闭嘴！你把这个女人找回来了？我让你过来给她浇水，看她开血凝花，你便叫她乱说话。你这个臭女人、坏女人，怎么知道了真相还在叫啊？比起你这簇只会吐火星的小邪恶势力，我肯定要向更邪恶的祖宗势力低头嘛。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血凝花，我教的。这躺椅怎么这么像我的风格？你还挺会享受的。你教的。原主也会敷面膜吗？不过这些年，我倒没这功夫这样摊着敷面膜了。这有什么用？保持肌肤水润呀。我曾经在失去你时，独自登上过这塔。恍惚间觉得，过去这10几年，比囚在这三圣山中的500年还要漫长。清醒一点，他做的这些都不是为了你。我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多回忆，他们都真实的存在于这里。不会改变，也不会消散。
其实我并不是你口中的廖廷琰。你我曾同生共死过，我怎会认错？这些都不重要，你可把今日当做我们的初遇。从今往后，我会给你重新制造属于当下你我的记忆。你可愿意？那我们这个充满花灯与繁星的初遇，还挺浪漫的。别人再厉害的伤口，经我治疗都会好，怎么到了你这儿这么难以愈合？得到的越多，付出的代价便越大。好吧，本来想当做见面礼的。几十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阡陌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无垠荒野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醉，师祖，我专门打的蝴蝶结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可是有发现释千缕的踪迹。报告城主，有个弟兄传信称看到了释千缕，可惜我等追上时，只见到了这辆无人马车。果然是释千缕。在那边，追！是，走。兄长，兄长，怎么样？他们追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么快？跑！哎，兄长，你的腿！你跑啊！释千缕，如今你是逃不掉了。听闻你瘸了腿是吗？如今看来，你是欺骗廷琰的吧？哼，还废什么话？兄长，你快走！你们带人继续追，我将此人带回去见师祖。是。我竟然又一觉睡到了天亮。
你若喜欢，我便每日为你点亮这些花灯。脸怎么在发烫啊？我不会真喜欢上司马娇了吧？阿燕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谢谢。我都看到了。你说这司马娇可真是可笑哈，用这些花招就想收买你，可真是小瞧我们阿燕了。按师祖吩咐，弟子做了些能帮庭燕师姐恢复修为的丹药。还是太苦。师祖，良药向来苦口，师姐定是明白的。重做。可是师祖，重做的话又得重新取血，您的血如此宝贵，这也太浪费了吧。弟子定倾尽全力。陈若，弟兄们将整个城都搜遍了，完全不见石千旅的踪影。那就去其他城搜，天涯海角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挖出来。是。红罗归来，一切无恙。如灵，等我回去看望你。走，转战下一城。来多吃点儿，补补。这味道，在鹤仙城可没有吃过。若再配上胭脂台的自酿酒，便堪称完美。小孩子家家的，喝什么酒？不过司马娇这里的东西，确实都挺对我的口味。嚯，你穿成这样，我还以为是司马娇呢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打扮起来也不比他差。我是不是越描越黑了？无妨，我知道你是想夸我，你这嘴。阿燕，阿燕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待会儿给你做。一大桌子呢。你做那些鹤仙城的粗饼子，我家阿燕只是不是因为爱吃，只是为了饱腹而已。在阿燕的口味这点上，你确实输了司马娇一招。什么输不输的啊？红罗，你明知道风起看不惯司马娇，还一直挑事儿。哎呀，好玩嘛。阿燕，说真的，我什么都会，像酱肘子、冰糕、点心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真的吗？啊。哎，你会这手艺，胭脂台做护院，太可惜了吧？我娘说过，这再好的手艺，拿来做了生意，也就变味儿了。伯母不是普通人吧？你说的这些东西，寻常魔芋人家别说吃了，恐怕见都没见过呢。是啊，你难道是什么名门望族之后？我倒希望我是名门望族之后，这样也就不用忙于生计了。也是，我若是名门之后有钱有闲的，早就去避世隐居了，哪还有那么多烦心事啊？你想去哪儿避世隐居啊？这是我和阿燕的小秘密。阿燕，你现如今还想去过玉雾吗？总要先弄清楚事情真相再说吧。
你俩怎么来了？我出去找到我爹，弄清楚真相就回来了。你都走了，我们留这干什么？现在关键是，咱要怎么走呢？依我看，用灵术飞出去。不行，司马交那么厉害，万一感应到我们用灵力就不好了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样躲过守卫的视线？找找狗洞。本姑娘可不算。没想到在师祖手底下办事儿，也敢这么偷懒。天助我也！走，走。快！风起将那韩瑜从司马交身边带走了。是，我们的人一直都在关注着风起的动向，亲眼看着风起带着尸燕还有一个小童住进了真实楼。安排下去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。是。也不知道司马交知道我们逃跑了，是伤心呢，还是生气啊？算了，自己的事儿都没搞明白呢，还担心别人。师祖，给燕姐姐的解磬丸全都炼好了，这回都是甜的了。可是如今燕姐姐走了，这些丹药该如何给她呢？你先退下吧。是。谁派你来的？国师。抓他做什么？我不知情。此事风起知道吗？不知。魔域的国师，抓庭燕做什么？
如此真。因为有人给你们施了昏厥的术法。彼岸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刚说的那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留宿的那家真实楼的老板，在你们房中的檀香动了手脚，想趁你们睡着之前对你们下手。幸好师祖及时赶到了呢。红罗跟风起呢？燕姐姐，你放心，师祖知晓你在乎他们二人，把他们二人一并救了回来。燕姐姐，你关心别人，却不关心师祖，我替师祖感到难过。我如今分不清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也不知如何面对他。那你先别管那些，真心总是做不得伪的吧？燕姐姐，你看，这些解清丸都是师祖用他的血为你炼制而成的，就是为了能够提升你的修为，强健体魄。司马教应当知道，我若提升了修为，便能进入灵府知悉当年真相。他竟不怕我知晓吗？若司马教说的是真的，我爹说的岂不是假的？那我这10几年都是假的吗？廖廷烨身上居然还有那等防御法器。是啊，此法器还有司马交的灵力，想必定是那司马交将自身的护心骨融入其中了。国师啊，若是此物在，即使接下来风起将他带到我们身边，我们对他也束手无策呀。那等法器，非旁人能轻易摘取，得想个巧妙的法子，让廖廷烨自己将那脚镯给摘下来。诗千旅那边情况如何了？回国师，我们查明，诗千旅曾对其妹施以洗魂术，把人送去司马交那里，使了一招离间计，却似乎未能得手。洗魂术，他竟善此独门秘法。他现在人在何处？暂避一偏僻宅中躲藏度日。看来诗千旅是时候派上用场了。既然全都已经被搜了魂，为何司马教没有任何动静？看来廖廷烨还是没有动手。这个没有的东西，难道我们施家真的要穷途末路了吗？师长们，咱们请吧。果然来了。